是季空肚子音。我今天在家里想要聊天，所以买回来饮料，这是 Drink Store 的芋头鲜奶。我们边喝边聊天吧。芋头鲜奶本身就有甜，所以我每次都会选去冰无糖，就刚刚好的甜度。那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，身为韩国人，在台湾生活中感受到的台湾的优势。我分类成人、食物、生活、旅游这4方面角度来说一说好了。首先，人方面，第一，讲话温柔的台湾人。我学会中文之前，还不知道台湾人讲话多温柔可爱。可是学会中文之后呢，就慢慢发现台湾人讲话时就会用助兴叹语，比如说没问题哦，好呀，这样就好咯之类的。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除了声调之外，这些都是很难学到的部分呢。第二，台湾人很亲切，很有人情味。我发现台湾人就算是陌生人，还愿意聊天、说明、帮忙，甚至称赞。一些台湾人跟我说长得像韩国人，我就是韩国人吗？知道我是韩国人之后，就接着问：会中文吗？在哪里学过中文呢？甚至说：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厉害呀？就算我中文没那么厉害，他们很愿意称赞。这样能跟陌生人开开心心的聊天，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很温馨的。第三，很有礼貌的台湾人。人潮多的地方容易发生碰到别人的事情，但是在台湾几乎没有遇过这种事，因为台湾人很小心，虽然对方没有注意到碰到我了，马上就会说不好意思。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是呢，这些基本礼貌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很温馨呢。接下来讲食物方面。第一，台湾美食几乎都不是重口味。我发现台湾人印象中的韩国人就是很会吃辣，但是我是例外，所以台湾美食很适合我的口味。第二，台湾是水果帝国。韩国的水果种类不多，而且也蛮贵的，但是台湾水果种类又多又便宜，几乎都很鲜甜。所以来台湾旅行的话，我推荐吃吃看各种各样的台湾水果。第三，手摇饮料天堂。台湾不但咖啡好喝，饮料几乎都不会踩雷，尤其是台湾的茶饮真的很香，很推荐。而且每家店都能选甜度跟冰块。甜度的话，在韩国还是有很多家都不能调。冰块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去冰的咖啡或者是饮料，有可能会看到这种。接下来讲生活方面。第一，容易找得到便利商店。如果想要买水，或者是衣服沾到东西要买湿纸巾的时候，你附近就会有便利商店。习惯生活在台湾之后，回到韩国，虽然韩国的便利商店也多，但是相对的感觉要找便利商店的时候觉得有点远了。第二，在台湾用现金的比率还是很高。我个人觉得刷信用卡或者是 APP 付钱方式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种付款方式虽然看起来很方便，但让大家慢慢失去自己花钱习惯的自觉。
而且都被记录花钱在哪里、去哪了、做什么。尤其是疫情期间就发现这个威力。第三，乐透就是发票。所有外国人会觉得这个政策很新鲜，我也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好特别。你越花钱，中奖的机会也越大，不但鼓励大家多消费，对国家的经济好，大家也可以期待抓住中奖的机会。最后要讲的是旅游方面。第一，温暖的台湾。台湾的冬天不长，也没有韩国那么冷。但如果要来台湾旅行的话，我推荐4月或者是10月来玩。不冷也不热，也不常下雨，根本就是旅行最佳天气。第二，台湾就是可以替代济州岛旅游的好地方。很多韩国人喜欢去济州岛旅游，是因为坐飞机不但只要坐1个小时就好，也能享受好像来到海外的感觉呢。但偶尔换一下目的地，台湾离韩国也很近，2个多小时就能到，而且没有来过台湾的人而言，一切都会很新鲜，食物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反感了。第三，治安。对我这个胆小鬼而言，治安好不好是最重要的。我生活在台湾3年期间，就发现台湾根本就是一个安全的国家。今天我简单说了一些在台湾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好处，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想法。如果有说明不够的地方，请多谅解一下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也请记得帮我按赞和订阅哦。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